还在幻想靠 AI 全自动躺赚吗？听我一句劝，先把那些网红大师的书签通通删掉。欢迎来到这期的图解解析。今天咱们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未来科技预测，我们直接来看最血淋淋的数据跟真实获利模式。大家常看到那种千万点阅的 AI 副业，对吧？今天就带你一口气揭开背后的真相。面对现在这种超大型的市场洗牌，你得先问自己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到底是在市场里真正赚到钱的淘金者，还是那个一直在疯狂刷卡买各种最新 AI 课程跟工具的消费者？这其实就是整个生态圈里最大的冲突点。你看看这个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那些爆红教学总是跟你保证零努力就能致富，但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残酷的真相是，光是你要订阅 Midjourney、Eleven Labs 这些最基本的工具，每个月少说也要先烧掉$200的隐藏成本，更别提现在平台的演算法随时都在准备封杀你的内容。真的，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一章，卖产人对决淘金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说实话，数据摆在眼前，现在教你怎么用 AI 赚钱的这种内容，它本身才是流量最高、最赚钱的商品。不过话说回来，那些真正顶级的玩家还是有办法杀出重围的。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其实就是数位杠杆。他们会用类似阿米巴管理的思维，把每一个频道或是内容资产都当成一个可以自负盈亏的独立利润中心来看待。在这里，AI 其实就是个战力倍增器，它能帮你大幅缩短从投入时间到真的赚到钱的周期。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模式成功了，你1年内要复制出20个频道都不是问题。接下来第二章，3种高效能 AI 商业原型。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拆解这些顶尖玩家到底都是怎么赚钱的。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的冲突点，拜托，不是所有的 AI 副业都一样好赚好吗？你看最上面那个通用 AI 部落格，门槛有够低，现在早就已经红海到不行了。中间的无露脸短影音确实能创造很高的收入，但它超级依赖病毒式传播，有点看运气。真正的大蓝海其实在最下面 ，B2B AI 自动化。市场还没饱和，而且潜在的营收天花板超级高。不过，让我们先从中间大家最爱讨论的选项开始讲起。来，这就是网络上超红的无露脸内容工厂。说白了，它就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4步骤套利流程。第一步，你用 ChatGPT 去抓一些冷知识或悬疑故事来写脚本。第二步，丢给 Eleven Labs 去配音，那个语气简直比真人还要专业。第三步，视觉图片直接交给 Midjourney 去算图。最后一步，丢进 CapCut 自动上字幕加转场，搞定。你从头到尾根本不用露脸，就能做出那种好莱坞等级超级吸睛的影片素材。那如果你把这一套超有效率的流程直接拿去打金融或商业教育这种广告利润超高的市场呢？结果超扯的，一个平均只要有100万观看的无露脸频道，每个月就能帮你榨出5000到3万美金的超强现金流。但是啊，高报酬绝对伴随着高风险。你做这种 B2C 内容，说难听点，命脉全部捏在平台的演算法手里，其实非常脆弱。所以你看，现在真正的专业老手早就大量转向另一种模式了，也就是 B2B 自动化机构。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解决一般网友的无聊，你顶多赚点广告费。但是如果你能解决企业老板的焦虑，那你赚的可是真正的天价利润。1万美金，你没听错，这就是一个 B2B AI 自动化机构在帮企业解决某一个特定痛点的时候，光是初始建制费就能收到的行情。为什么？因为很多传统企业现在对 AI 既恐惧又焦虑，重点是他们内部根本没有能力做，所以只要你能帮他们量身打造一套自动化解决方案，他们绝对非常乐意掏出这笔大钱。
在这边，你卖的已经不是几个小时的劳力了，你卖的是解决大麻烦的价值。不管你是帮房仲公司做一个 AI 筛选客户的机器人，还是帮企业内部建一套客制化知识库，只要你能精准打中他们真实的商业痛点，你的定价策略就能直接脱胎换骨。你不用再跟人家算那种少得可怜的时薪，而是直接升级承收高额的按月顾问费。好，第3章幻灭的低谷，宣告简单自动化时代的终结。听到刚刚那样，是不是很心动？先别急着递辞呈啊！我现在必须把你从那个乌托邦的幻想里狠狠拉出来。我们得面对接下来即将爆发的残酷现实。这可以说是现在数位市场上最激烈的一场大角力了。没错 ，AI 的确是超强的战力倍增器，它能把你原本40个小时的工作量狠狠压缩到几个小时内搞定。可是另一边呢？各大平台的强烈反弹早就开始了，市场上那些假大师到处卖廉价的 AI 课程，已经让大家超级反感。而且平台现在也正在对那些毫无灵魂、大量量产的 AI 垃圾内容进行无情的降级，甚至直接移除索引，让你搜都搜不到。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一句话背后的严重性。确实 ，AI 现在可以在短短15分钟内帮你生出一篇排版超级完美的脚本或是文章。但是，不管搜寻引擎还是内容平台，他们现在都在全面泼杀这些没有经过人工编辑、千篇一律的农场文章。那种幻想靠一键生成就能暴富的神话，已经被这些科技巨头亲手给掐死了。还有更惊人的，就是1万这个数字。根据资料显示，像 YouTube 这种大型平台，现在已经偷偷上线了所谓的参与度速度过滤器。这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的影片被系统判定为那种纯 AI 生成的垃圾内容，它会在你的观看次数冲到大约1万次的时候，极度精准地按下停止键，直接把你后续的流量给彻底切断，完全不留活口。这就带我们来到第4章，回圈中的人类。这可是现代数位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我们到底要怎么在演算法的疯狂围剿下活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人类参与回圈，行内人叫它 HITL 模式。这绝对是整套生存法则的最核心。听好，你可以让 AI 去帮你扛下80%那种像是找资料啦、配音啊这种繁琐的工作，但是最关键的那最后20%，你一定要亲手下去做。你必须把你自己独特的观点、你的幽默感，还有真实的数据给加进去，这才是能保证你的心血不会被演算法给1秒抹杀的唯一护城河。所以说，那种随便搞搞、简单自动化的时代，是真的彻底结束了。现在的观众其实超级聪明，大家极度渴望看到真实的东西，这也带动了现在所谓的诚实副业内容开始爆红。什么叫诚实副业？就是他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就算你今天有了 AI 这个超级外挂，你一样的乖乖投入时间、投入精力，而且还要持之以恒。这条路上真的没有捷径， AI 只是给你带来更高的效率而已。最后第5章，专业人士的蓝图。各位，我们要准备大火收枝了。如果你想在接下来这波凶猛的数位浪潮里，不只要活下来，还要迎来大爆发，那接下来的行动蓝图，你一定要牢牢记住。直接帮大家整理好这4个黄金法则。第一，你要追求的是杠杆效应，而不是傻傻的去迷信什么一键自动化。第二，如果能力允许，直接去解决企业老板的痛点，专注在 B2B 的超高价值上。第三，永远都要保持人类参与回圈，把你的灵魂跟个人特色注入到作品里。最后第4点，拜托不要只靠那种超脆弱的广告费吃饭，你一定要去拓展像是订阅制、做顾问或是联盟行销这类的多元变现管道。大家常说 AI 不会取代你，
错了，是那些懂得利用 AI 建立杠杆的人绝对会取代你。看完了今天这份图解报告，彻底认清了那些隐藏成本跟平台的陷阱之后，现在球回到你手上喽。面对眼前这个还在疯狂重组洗牌的大战场，你准备好要怎么调整自己的职涯来迎战了吗？好好思考一下吧。我们下期解析见。